要想安心圆屋，就要把自己保护好。这不，芬兰在正式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后，第一步就选择增加自身的防空能力。据报道，芬兰4月5日宣布要从以色列购买价值超过3亿欧元的大卫弹弓中程导弹拦截系统，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拦截高空目标能力，以此来应对有可能来袭的 KH-22超音速反舰导弹和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弹道导弹。那么这款武器系统是否能守住芬兰的领空，守住这长达13000公里左右的边境线呢？本期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一是因为芬兰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芬兰入约前，俄罗斯与5个北约成员国一共才有约1215公里的陆地边界，但芬兰的加入使北约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增加了1倍多。同时，从芬兰边境到俄罗斯摩尔曼斯克的距离只有200公里，到俄北方舰队的主要基地北莫尔斯克的距离稍远一些，到俄造船中心北德文斯克的距离是500公里，而离圣彼得堡只有152公里。如果未来美国在芬兰领土上部署核弹或者中近程弹道导弹，那么俄北极地区的大部分军事设施都将处于北约武器的打击范围内。而近年来，美国积极向北约国家出售爱国者反导系统，并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了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芬兰若是购买以色列大卫弹弓反导系统，那将大幅提升北约在波罗的海一带的反导能力。这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就可以形成东西北3面包围俄罗斯的态势，俄罗斯防务压力将空前巨大。其二是因为芬兰的正式入约，此举也将自己直接置于俄罗斯与北约博弈的最前沿，势必会引起俄罗斯的反制，说不定就是以发口径导弹打击。要知道，在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就表示，将加强与芬兰邻近地区的部队集群，不仅要重建苏联时期驻扎在该地区的所有航空兵团，而且还将大幅增加岸防部队、导弹部队和炮兵的数量。尤其在规划作战行动时，就有提到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芬兰和瑞典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的可能性，其中就包括有远程航空兵和配备口径巡航导弹的海军编队。而以芬兰目前的防空力量，好像还无法全面守卫芬兰。目前，芬兰拥有至少650枚防空导弹，主要防空系统包括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先进短程防空系统、RBS-70便携式防空系统，以及芬兰空军的 FA-18大黄蜂多用途战斗机。其中 NASAMS 系统一度被芬兰视为防空的中坚力量。NASAMS 大家都熟，由挪威康斯伯格防空公司与美国雷神公司共同设计制造，于1998年在挪威皇家空军服役。其配备的基本导弹是 AIM-120 型防空导弹，在采用地对空发射时，射程在15到25公里之间，最大射高约20公里。导弹采用主动雷达制导，最大速度4马赫，其战斗部装有22公斤高爆预制破片。NASAMS 的探测主体是 MPQ-64F1 哨兵监视和侦察雷达，最大探测距离约120公里，可同时跟踪60个目标，并对多个目标实施拦截。另外，系统还配有 MSP-500 光电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一开始 NASAMS 只是为了装备挪威皇家空军，但是在2005年，美国引进该系统用于首都地区的空中防御后，直接让 NASAMS 名声大噪，其他国家纷纷采购，而这一系统也被称为防空保险箱。只不过现在这个保险箱好像不保险了。在经历了俄乌冲突后， NASAMS 的保险系数受到了质疑。有些人认为，现在的乌克兰已经得到了多套外国援助的 NASAMS 防空导弹系统，但在面对俄制 KH-22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短程弹道导弹的袭击时，乌方的表现并不好。比如在今年1月份，有一枚俄方导弹击中了第聂伯罗的一栋公寓楼后，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上校就表示，我强调，用我们武器库中的手段击落 KH-22导弹是不可能的。
虽然现在还不清楚 NASA-MS 是否真正和俄方导弹交过手，但是有观点认为 NASA-MS 在实战中或许没有宣传的那么可靠。不管这消息是否合理，这无疑让芬兰起了疑心，在察觉到自身防空反导体系存在缺陷后，当然要在第一时间弥补，于是便有了引进以色列大卫弹弓导弹拦截系统的行动。大卫弹弓系统由拉斐尔国防系统公司与美国雷神公司合作研发，其系统内配备的斯达勒防空导弹是以以色列的怪蛇5空导弹为原型研发，由2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提供动力，最大飞行速度可达 7.5 马赫，最大射程300公里，最大射高50公里。其尺寸比雷神公司的 AIM-120空导弹大，但价格只有爱国者3导弹的1/10。倾斜的海豚鼻弹头是它最大的特点，而陆基垂直发射方式发射，使其拥有较强的飞行机动性能。配备的一个动能战斗部采用红外成像和主动雷达双模导引头，可以确保实现更高的抗干扰能力和制导命中精度。在拦截短程弹道导弹和隐形巡航导弹等一系列目标时更加可靠。另外，导弹还可以通过数据链来接收第三方传感器的目标数据，以求在飞行中途临时更改打击目标。而在拦截的弹道导弹种类方面，大卫弹弓系统搭配的斯达勒防空导弹主要用于拦截射程40到300公里左右的各类火箭弹和弹道导弹，包括类似俄罗斯伊斯坎德尔这样拥有一定高超声速飞行和变轨机动能力的新一代近程弹道导弹。另外，完整的大卫弹弓系统还包含了一套埃尔塔 ELM-2084 主动相控阵雷达，以及相应的指挥通信车等分系统。因此，未来大卫弹弓加入芬兰国防军服役后，该国的反导弹与防空能力将获得进一步提升。另外，大卫弹弓还是以色列导弹防御体系的忠诚力量，有效填补了铁穹拦截系统和箭式反导系统之间的拦截空白。以色列的多层次防空体系，陆基上短程以铁穹防御系统为主，中程靠大卫弹弓，远程则使用箭式反弹道导弹系统，而海基上则以巴拉克进行防守。其中，大卫弹弓所用技术与铁穹系统最为相似。在2012年11月14日至21日的加沙地带冲突期间，铁穹就击落421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发射的火箭弹，成功率达90%，一举成为以色列上空最重要的3大盾牌之一。铁穹的诞生离不开以色列长期受到如雨般火箭弹的打击。火箭弹这种价格低廉、装药量十足、对精度要求较低的武器，长期不定时地投放在以色列各大城市人口密集区重要的军事设施。在铁穹之前，防御火箭弹的主要武器虽然也是各型防空导弹，但是之前所装备的各型导弹的设计初衷都是以来犯弹道导弹飞机为目标，并非为了防御火箭弹这种廉价的产品。就像在海湾战争中，平均每2到3枚爱国者导弹才能成功拦截1枚飞毛腿。这种交换已经非常不划算了，但最起码飞毛腿还是中近程弹道导弹，造价虽然比不上爱国者，但也不菲。而今天以色列要面对的是各型的火箭弹，除了少量列装的老式卡秋莎，还有大量的卡桑火箭弹。这种简易火箭弹从外形上就能看出来造价低廉，纯粹的就像小学生的手工作业。如果用传统的爱国者来拦截卡桑的话，不要说拦截效率与造成的破坏，估计仅防空经费一项就够以色列头疼的了。卡桑火箭弹包括卡桑1、卡桑2、卡桑3型火箭弹，在2003年研制出更先进的卡桑4型火箭弹。卡桑1型的最大射程为 4.5 公里，卡桑2型有效射程5到7公里，最大射程10公里，可携带4到6公斤的弹头。卡桑3型的最大射程为12到14公里，卡桑4型火箭弹就有所改进了。该火箭装药10公斤，有效射程10公里，最大射程可达17公里，精准度也较高，在相对近距离的战斗中具有较大的威力。而建造卡桑火箭弹要求的技术不高，仅需要家庭作坊水平就足够。
这种火箭弹自从出现在战场后就被大规模的制造，被用于攻击以色列的各种目标。其结构极其简单，主要由3个部分构成，包括战斗部使用铁管和金属片焊接而成的弹体、弹翼，以及助推这些火箭飞向以色列的简易燃料。它使用了我们平日里常用的白糖作为燃料，另外的燃料原材料包括葡萄糖等，配方有多种，原材料也有很多种。卡桑火箭弹造价低廉，生产技术简单，便于大规模建造，非常适合贫穷武器装备。发射卡桑火箭弹只需要指南针、地图和铁架，加上整体系统不复杂，甚至单兵就能够承担得起相关的发射任务。对于精度不高这个问题，操作人员倒是并不在意，因为要打击的对象就是对面目标，肉眼能及，只需要进行概略发射就行。而这种大量发射且不知道会飞向哪里的火箭弹，就给以色列也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起，至少有上万枚各类炮弹砸在了以色列狭小的国土上。火箭弹画下的紧箍咒把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圈了进去，于是2011年4月，能够拦截短程火箭弹和榴弹炮弹独具特色的铁穹系统正式服役。从2000年的剑到2011年的铁穹，以色列初步建立起了世界上首个也是唯一一个高低搭配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但是对手不会停下脚步，近在咫尺的黎巴嫩逐步装备了最大射程达300公里的近程导弹，叙利亚更拥有了最大射程160公里的远程火箭炮。在此背景下，以军引以为傲的剑和铁穹明显陷入低端够不上、高端不划算的窘境。要知道，任何战略能力上的缝隙都可能成为撬开国家安全大门的支点。宿敌环伺的以色列必定深知这一点，于是用于拦截远程火箭弹和近中程导弹的大卫弹弓防御系统诞生了。它的入役为以色列的国家盾牌补齐了最后一环，向下能摧毁铁穹鞭长莫及的远程火箭弹，向上能拦截爱国者和剑的漏网之弹。而或许是尝到了铁穹的甜头，又或许是两者的任务类型太过相似，大卫弹弓几乎被认为是放大版的铁穹。当然，如果是简单的复制铁穹，并不符合以色列发展反导系统的初衷。相对于前辈，除了相应数据上的扩充外，大卫弹弓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弹药进行了彻底重设，其装备的斯达勒拦截导弹才是大卫弹弓系统最突出的优点。当然，大卫弹弓也存在许多不足，例如只能拦截弹道相对固定的目标，如果面对具有一定电子对抗能力或导弹变轨能力的对手，系统效率会急速下降。另外，受限于雷达性能，其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也不算太强，但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大卫弹弓达成主要作战目标。事实上，这种突出主要防御的装备发展思路始终贯穿着以军反导体系建设。未来伴随着相关技术的改进完善，大卫弹弓必将成为不可小觑的反导利器。好了，关于芬兰引进的大卫弹弓系统，大家还有什么想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